Hello，大家好，我係 Kelvin。喺之前嗰兩條片呢，我帶大家回顧咗早前香港 Bitcoin Conference 嘅情況。我哋咧見證咗4大礦機生產商最新最勁嘅礦機啦，亦都咧深入剖析咗咧圍繞住挖礦背後由買幣啦、海外託管到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嘅成個商業生態嘅。但係咧睇完咁多廠商同埋服務之後咧，相信大家咧心裏邊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對於我哋普通投資者嚟講，海外挖礦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安全咁踏出第一步呢？為咗解答呢個最關鍵嘅問題呢，當時呢，我喺會場為大家呢準備咗一個獨家嘅訪問嘅，就係呢同元宇宙老班嘅聯合創辦人兼 COO Lucy 呢進行一個獨家嘅深度專訪。喺接下嚟嘅上下兩集呢， Lucy 呢將會親自為我哋拆解由新手入門到資產安全嘅所有核心問題。今集呢，我哋呢會先從新手最關心嘅問題入手啦。第一步應該點做啊？點樣揀礦機，以及咧點樣解決噪音啦、電費呢啲最現實、最棘手嘅煩惱。所以咧，今集嘅內容咧非常之精彩㗎，記得睇到最後啊！喺開始之前呢，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 同埋撳埋個鐘仔。好，事不宜遲，馬上開始。Hello， 大家好，我係 Kelvin。今日嚟到咧灣仔會展，咁今日咧係香港1年1度嘅 Bitcoin 嘅 Conference 啦。咁今日有幸咧請到咧 Lucy 啦，咁佢就係元宇宙老爸聯合創辦人兼 COO 嘅，係啊 ，Lucy 你好。你好，香港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Lucy。今日咧就想訪問佢咧有關呢個海外礦場託管個最新嘅情況啦。Lucy 啊，你好啊。你好啊。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對於海外個託管咧都好有興趣嘅。咁但係咧又覺得咧呢方面好神秘啦。咁你哋可唔可以簡單去介紹一下，如果一個新手想入場，第一步咧應該係做啲咩嘅咧？就是我們會發現，我自己做礦工已經很多年了。我從2016年就開始挖 Bitcoin。我在挖的時候，我對這個行業也是很害怕的，我怕它是傳銷。然後我在大陸是做產業園區的，那個時候2014年就有人到我們園區裡來找便宜的店來挖礦。當時我說你是不是做傳銷呀？就把他給拒絕了。沒想到2年之後，我自己買了比特幣。然後當時我在買比特幣的時候，其實我在觀察，然後我是進入這個行業是先從買幣開始，後來因為我在國內的關係比較好嘛，就是我能找到店，在2015年、16年的時候，我會幫這些傳統的挖礦的大佬他們去找店，幫他們找店，然後他們挖礦，我就跟着看怎麼挖礦。後來在2017年左右，我就有了自己第一台礦機，然後當我有第一台礦機的時候，我是才真正開始學習區塊鏈，因為我在邊挖邊學習比特幣是怎麼生產出來的，然後這個挖礦到底是一個什麼機制，為什麼它會是比特幣的底層，然後比特幣這個每天挖礦它的現金流如何，我真的是有了第一台礦機，我才會在對這個區塊鏈行業有個更深的理解，所以我也是從小白進入到這個行業的，所以我的建議就是如果大家對於這個區塊鏈是有興趣有愛好，不妨你去買幣，從零開始，小一點資金，然後去挖礦，去感受一下生產比特幣的過程，小資金的投入，然後邊挖邊學，邊買幣，邊感受市場，邊學習，就是學以致用，這是最快的。但是香港的電費很貴啊，香港的電費好貴喎。現在香港電費多少？1塊多吧？大概是1.4到1.6左右啦，非常的貴啊。所以這個很正常，在香港也不是我們挖礦的地方，我們的礦場沒有在香港，我們是21年之前都是在中國大陸挖，但是後來21年之後大陸有政策嘛，就不允許挖礦了，所以我們才把礦場搬到了美國，搬到了俄羅斯，搬到了南美洲，搬到了這個中東，還有我們現在的非洲，這些地方各個地方的電價不一樣，合規的就是合法合規的電價大概是在4美分、3美分、5美分這樣子的價格，但是有些偷挖的地方，就是
不合规、不合法的也有人在挖，可能它的电费就$1、$2就很便宜很便宜。但是我们基本上自己现在在挖矿，全球必须要找合规合法的地方，它才能够长期的做下去这个生意。那我挖了就跑，万一被没收了，资产也是很严重的损失。所以香港这边電費貴嘛，不適合挖礦。對，好多人最擔心嘅就係礦機嘅噪音啦、熱量啦、電費啦同埋維修。元宇宙老班嘅海外託管方案點樣可以一次過幫客戶解決晒呢啲煩惱呢？对啊，就是如果是新手的话，他可能想的是我就买一台乐透机、家庭矿机，对不对？在家里挖一挖，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你会去体验这个过程。但是你真的想在这上面赚钱的话，你就要用专业矿机。我们所谓的专业矿机就是 ASIC miner。ASIC 矿机它是集成电路的，它的算力很大，这种算力很大，它的功耗就很高，就很费电嘛。对，然后它放在家里那个噪音，睡覺都睡不了。咁你哋係點樣解決以上嘅問題啊？我的建議是，要麼你就買一些靜音的家庭礦機，就是玩一玩，是可以體驗一下挖礦的過程。那如果說你想要通過這個變成一種投資的方式，你用專業的礦機，香港電費很貴，然後我們就會給客戶提供我們在海外的礦場，你可以買一台，你去體驗專業礦機，自己挖一挖，算賬，到底這個是不是好的投資的生意，然後就不用放在家裡那麼吵了嘛。然後我們在這一行也做得很專業，就說你自己不用操心它的噪音，你不用操心它的運維，然後你只需要每個月給電費，然後給我們你的 BTC 的地址，就可以把這個礦機連到你的錢包，每天的幣就打到你的錢包，然後非常好啊，每天打。對，就是真正的礦工，就是這個礦機是連到你的錢包的。我自己的錢包。對，它不會說這台機器你買了，你的錢包連在我的公司，我再把幣打給你，這種很危險的。所以真正的礦工是礦機，它會直接連到你的錢包，每天這個錢是打給 Bitcoin， 是打給你自己的，然後每個月再把電費交給我就 OK 了。市面上嘅礦機型號咁多，你哋咧會點樣建議唔同預算嘅客戶咧去選擇咧最適合佢哋嘅第一部礦機呢？如果是要在香港自己家裡面挖的話，我就會建議像樂透機啊、家庭靜音礦機這種先從零開始。如果係海外呢？海外的話，因為我們是生產廠家的官方授權維修服務中心，就像蘋果手機壞了，你要找蘋果去給你修嘛。對啊，你是在保修期有1年的保修期嘛，你就會去找蘋果指定的這個服務網點去修。我們就是礦機廠商的服務網點，官方授權的，所以我們在美國、巴拉圭、中東、俄羅斯還有非洲，我們都有自己的服務中心。這也是我們為什麼這麼了解全球在哪些地方挖礦它是最好的。比如說中東，我們要選擇就是太熱了嘛，我們要選擇這個耐熱性比較好的礦機，比如說神馬。那如果說在環境比較涼快的地方，然後水源也充足的地方，那就選擇螞蟻的機器，又便宜，然後性價比又高，然後跑。但是如果說太熱的話，或者是太冷的地方，我們都會選擇稍微比較耐造的機器，就是神馬的機器。所以新入行的一些朋友，我是會建議你先從挖 Bitcoin 開始，因為它更穩定，然後後面再有一部分小小的資金去挖什麼小幣種 Elo 啊、Doggy 啊，然後 Kaspa 啊，這種其實對於專業性要求就更高了，它漲得快，跌得也快，就是第一步新手還是建議挖 Bitcoin。所以你哋咧其中一個最大嘅業務就係維修，係咪？對，就是修機器。聽完 Lucy 咧關於點樣揀第一部礦機嘅建議咧，我當時咧就即刻追問咗一個好多新手咧都好關心嘅問題。如果有觀眾一開始嘅時候唔想一嚟就買一部礦機，只係想體驗一下，有冇嘅呢？我們當時在俄羅斯是有一個體驗活動的，但是這個會對運維要求很高，所以我們就是在美國開放的礦場就取消了體驗這個事情。後面如果說其他的礦場開放，我們可以考慮再開放體驗，所以我們現在是暫時沒有體驗的。然後就是
最低的門檻就是一台，也就很便宜啊，最低係投資幾多啊？如果一部嘅話，差不多6000多美金嘛，就一台。然後13台機器，一年可以挖大概1個比特幣左右。然後你1年都回本，後面挖的就是你交電費得的嘛，它就打折去購買 BTC。好，相信大家咧睇完今集咧，已經對海外挖礦咧點樣開始啦，有咗一個好清晰嘅概念。但係咧，了解完點樣做之後咧，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咧就係點樣咧確保我嘅資產咧係安全嘅咧？點樣知道咧你哋呢間公司咧唔會走佬咧？喺下一集咧，我會將呢個最尖鋭嘅問題咧，直接咧就掉俾 Lucy， 所以下一集更加精彩，唔好錯過啊！如果你想學習點樣安全咁踏出海外挖礦嘅第一步，就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側邊嘅鐘仔，咁你咧就絕對唔會錯過我哋下一個專訪系列噶啦。另外咧有個好消息通知翻大家啦，嚟緊10月咧都繼續有個抽獎活動嘅，會抽一位觀眾咧送出一部嘅 Netminer 嘅 Pro 啦，咁佢個算力咧喺唔需要超頻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達到78KB 嘅。咁詳情咧會喺我哋個 Telegram 嘅官方頻道公佈翻啦，所以咧大家記得掃翻上面嘅 QR code啦，入翻我哋 Telegram Channel 啦。我係 Kelvin，下次見。